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白素素是一个寡妇，自从丈夫死后，她就没有再嫁，一心替丈夫守着自己的贞洁，3年多来从未逾越过。家里没了顶梁柱，这日子也过得愈发艰难。为了糊口度日，白素素不得已做起了磨豆腐的生意。做豆腐生意是一个苦活，古话说人间有3苦，这3苦便是撑船、打铁、磨豆腐。想要做好一锅豆腐，需要泡豆、磨浆、熬浆等一系列复杂的操作才得以成型，每天都需要熬夜熬浆压香，这一系列操作下来天也早已大亮。白素素是一个善良的女子，不论如何辛苦，这豆腐她也不会要高价，价钱合理，品质又好，倒也给自己积攒了不错的名声。因人长得漂亮娇艳，盗得了一个豆腐西施的称号。这天，白素素也按照往常一样出摊，为了多赚点钱，她除了售卖额外的豆腐之外，还做了一锅豆腐脑。这豆腐脑一经推出，便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，有时候还比卖豆腐赚钱呢。不到小半天时间，白素素便把豆腐脑和豆腐全部卖干净。收拾好摊位后，招呼着5岁的小女儿爬山独轮车，便推着独轮车回家了。独轮车行至半路，车上的小女儿便拉了拉白素素的衣角，娇声娇气地道：“娘亲，你快看，那边的石头旁有人。”被女儿这一提醒，白素素便朝女儿所指的方向看去。一开始她还以为是路过的行人，便想让女儿别乱说话，以免惹来路人的不满。可这一看之下，却让她心中一惊。只见前面不远处的路旁躺着一个衣衫褴褛、浑身都是血迹的男子。白素素走近一看，这男子双目紧闭，脸色发白，不知是死是活。娘亲，这位叔叔是被坏人打伤了吗？白素素让女儿站着别动，她壮着胆子试了试男子的鼻息。当发现男子还有一点点微弱的鼻息后，她松了一口气，还好还活着。白素素有些犯难，这人躺在这里，如若不救，肯定挺不过今天晚上。可如果搭救，她又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她一个寡妇救一个不明不白的男人回家，这要被人看见了，难免会说一些闲言碎语。白素素心底善良，考虑再三后，还是决定救人。正所谓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这些闲言碎语她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费了好大的劲，白素素才把男子拖上独轮车。看着旁边还散落着一些书籍，白素素也都全部给收拾起来，一起带走。回到家里后，白素素先是给男子包扎了一些粗浅的伤口，之后便去请来了大夫诊治。白素素请来的是镇上的薛大夫。薛大夫为人正直，在听白素素救了一个陌生人后，也没耽搁，就匆匆忙忙来到白素素家，给男子检查过后，薛大夫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此人命好，要是错过了今晚，可能就再也没办法救回来了。素素，你做得不错，这次的药钱我就不收你的了，你也不容易。”白素素感激道：“薛大夫，那他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？”薛大夫想了想道：“这个没办法预测，或许1、2天，或许3、4天。”白素素闻言顿时有些为难起来，如果真这样的话，那岂不是要在他这里住好几天？他倒是不怕麻烦，就怕别人的闲言碎语。薛大夫仿佛看出来了白素素的为难，旋即便宽慰道：“你不用担心什么，虽然你有自己的难处，但这件事由我证实，想来别人不会乱嚼舌根子的。我那边还有事，我就不多留了。明天你来我那里那几份安神药，等他醒来后熬了喝下，休息一段时间便可以恢复了。”薛神医说罢，便起身告辞离开了。白素素千恩万谢，送走薛大夫后，白素素便去给男子熬汤药，整理换洗下来的衣物。
这些衣物都是薛大夫临走前白素素拜托她换的，将就换了她丈夫以前的旧衣裳。她一个寡妇的确不太方便，没有了后顾之忧后，她心情也放松了许多。足足到了第3天，男子才苏醒过来。当他看到旁边坐着一个妇女打扮的女子时，心中一惊，急忙挣扎着爬起来问道：你是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是不是死了？沈北心中充满了疑惑，他记得自己好像晕死了过去，难道是被眼前这女子救了？沈北打量了一下白素素，见白素素衣着虽然不怎么华丽，甚至可以说得上是朴素无华，可整个人竟然如同雪莲花一样让人眼前一亮，那清冷娇艳之感是沈北从来没感受过的。如果给她打扮一下，说她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都有人相信，可眼前之人仿佛就像空谷幽兰一样被雪藏了。白素素闻言捂嘴笑道：这位公子，如果你死了还会在这里吗？这里是白水镇。沈北闻言有些尴尬起来，白素素也没催促他说话，待他适应后这才询问他的来历。原来男子叫做沈北，是开封府人士，他本来是去京城参加殿试的，可在白水镇东南方向的大岷山碰到了一伙山贼火拼，他半路碰见，却是遭了无妄之灾。这些山贼拼红了眼，根本就没看见他奉旨赶考的旗帜，在身边书童的拼死护送下，他才得以逃脱大岷山。等逃到了白水镇附近时，他已经油尽灯枯昏迷过去。如果不是白素素相救，那他可能就得去地府报到了。沈北抱拳感激道：多谢大嫂的救命之恩，我沈北必将永生不忘。我看这家里似乎只有大嫂一人，不知大哥是否在家？我也要谢谢大哥。沈北环顾四周，他见女子身后还站着一个怯生生的女娃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称呼白素素。在思虑急转后，他便想着以大嫂称呼。白素素闻言脸色黯然起来，把自己乃是寡妇的事情说了出来。沈北闻言一愣，他原本以为自己是被他男人给带回来的，没想到自己竟然是眼前这个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女子带回来的。沈北有些尴尬地道：大嫂，这实在对不起，小生并不知道大哥已经先去。白素素摆摆手道：这没事，我已经适应了，你好好养伤，有什么需要就给我说。白素素说完便起身离开了。直到此时，沈北才认真观察这个清冷娇艳的女子，看着这破败的屋子，他不由得叹了一口气。就这样，沈北便在白素素家里休养起来。不知不觉，小半月过去，沈北在5天前已经能够下床走路，到如今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。所幸没有伤及骨头，要不然还真恢复不了这么快。这天，沈北把自己的行李收拾起来，他如今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，再继续留下来也有些不妥当。白素素是一个寡妇，生活上难免有些尴尬的事情，沈北也怕因为自己让白素素难做，被别人落下口实，于是在伤好的差不多后便要告辞离开了。况且沈北自己也还有急事，因为这件事已经耽搁了半个月之久，京城的殿试眼看就快到日期了，如果不尽快去京城参加考试，那这次的考试就得错过。白素素家院子外，沈北对白素素道：大嫂，这些天多谢你的照顾，我这便走了。白素素看着要离开的沈北，想了想后对沈北说道：沈兄弟，你稍等一会。说罢，白素素便跑到了屋内，她拿了一个包裹出来放在沈北手里道：沈兄弟，这里面是一些路上吃的干粮，你衣服都破了，这里面还有几件你大哥以前穿的衣服，你也不要嫌弃。除此之外，里面还有3两银子，这些银子你拿着在路上使。沈北闻言急忙道：不可，这些银子不可，大嫂你也蛮辛苦的，我不能拿这些银子。白素素笑道：你既然叫我一声大嫂，那这银子就拿着吧，就当是我借给你的。
沈北深深看了白素素一眼，之后便朝他行了一礼。沈北离开后，白素素的日子又恢复了平静。沈北的到来并没有让他的生活有什么改变，只不过是平静的水平泛起一丝涟漪，涟漪过后自然就恢复了平静。冬去春来，一晃大半年过去。这天，悦来客栈2楼，一名男子拿着酒杯，望着窗外竟出了神。旁边一个男子道：赵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一大早就往窗外瞧？这外面天天都是一个样，有什么好看的？那男子闻言缓过神来，笑道：周兄，你过来看，那边那个女子可真有韵味。顺着赵武指的方向，周元把头伸出窗外，朝街角望去。我当你说的谁呢？原来是白寡妇。周元把头神回来后，有些恍然地说道。赵武闻言诧异道：怎么，周兄认识此女？怎么不见周兄提起过？周元点点头道：这女子叫做白素素，在我们这白水镇是有名的豆腐西施，我自然认得。赵兄你刚刚来我们白水镇，不认识也正常。这女子就是一个寡妇，赵兄对她难道有想法？如果赵兄你有什么想法，我劝你还是别想了。这白素素可不简单，一般男人可降服不了她。被周元这么一说，赵吴的好奇心顿时被勾了起来，他有些兴奋地询问道：哦，这是为何？周元让赵吴坐下，先给他倒了一杯酒后，这才开口道：赵兄你有所不知，这白素素可是我们双水镇出名的贞洁烈女呢。自从她丈夫死后，就一直坚守贞洁，从来没有逾越分毫。我记得1年前也有一个姓陈的男子想去娶她，结果不仅没有答应，还被打了出来。你别看她相貌柔柔弱弱的，可动起手来可泼辣着呢。赵兄，你若有这般想法，怕是不得行了。这白素素是不会嫁人的。赵吴闻言，嘴角微微一笑，一口把杯子的酒喝干净，摇摇头道：没想到这女子竟然这般火辣，还真是有意思。好久没有遇见这等有性格的女子了。周元闻言一愣，有些不可置信地问道：赵兄，你不会真看上这女子了吧？白素素这女子固然漂亮，可一个寡妇有什么意思？你有这心思，我改天请你去百花房，据说那边来了一个头牌花魁。赵吴摇摇头道：周兄，你不懂，那些花钱的风尘女子有什么意思？正是这种性格倔强的女子才对我的口味，也只有这样才有征服的感觉。你想想，一个本来对你抗拒的女子，有一天对你百依百顺，言听计从，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呢？况且别人不行，并不代表我不行，我就要去看看她到底有何奇特之处。赵吴说罢，便起身下楼了。周元见状，无奈摇摇头，只得跟着赵吴也一起离开。赵吴特别的品味他知道，可他也没想到赵吴现在竟然也会对一个寡妇感兴趣。白素素正在给客人做豆腐脑，忽然一堆银子哗啦啦滚在他的摊位之上。这一情景让白素素一愣，她不由得抬起头来看向前面，见是2个身穿锦衣玉带的男子站在摊位前，不由得开口道：公子，这一碗豆腐脑只需要5文钱，要不了这么多的银子。来人正是赵吴与周元2人。赵吴一拍手里的折扇，眯着眼对白素素道：这里的所有豆腐脑我都买了。白素素苦笑道：公子，这些豆腐脑这么多，你一人也吃不完，况且就算全部买了，也要不了这么多银子。公子还是把钱收起来吧。赵吴看着眼前白素素，眼里露出一丝淫笑，说道：买豆腐脑的确用不了这么多的钱，不知你卖不卖？如果钱不够，我还可以多给点。白素素闻言有些恼怒道：公子，我卖的是豆腐脑，如果你没有诚意，那便请离开，别耽搁后面的人买。赵吴转身对其他人笑道：我把这些豆腐脑都买了，你们都散了吧。怎么样？现在没有其他人了，现在该回答我的问题了吧？白素素有些恼怒，
但碍于对方来历不明，便压着怒火道：“公子还请自重，我已经是有夫之妇。”说这话未免有些不合适。赵吴撇撇嘴道：“别装了，我知道你丈夫已经死了，如今你也是寡妇一个，你只要跟了我，以后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，卖这豆腐脑能赚几个钱。”白素素怒道：“这是不可能，我也不卖我自己，公子请自重，要不然我可就喊人了。”赵吴眉头一皱，笑道：“小娘子，我是看你有眼缘才给你面子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如此低声下气，那是给你面子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”白素素淡然道：“我不知道公子的身份，不过公子一而再再而三地调戏我，这恐怕不是男子汉大丈夫的作风吧？欺负一个弱女子算什么本事？”赵武也不恼，哈哈一笑说道：“够味，我喜欢。白素素是吧？你就在家里等着吧，我赵武过2天就来提亲。”赵武说罢，摊位上的银子也没拿走，竟然就这样走了。白素素看得莫名其妙，怎么这白水镇什么时候来了这样的富家子弟了？赵吴刚刚离开，旁边吃豆腐脑的人纷纷议论起来，更有一个年轻人对白素素说道：“素素姑娘，你还是快点走吧，最近找一个地方躲一躲，这赵吴可不惹不得。”白素素纳闷道：“这位大哥，刚才那赵吴是何人？我为何要躲？难不成他还敢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不成？”年轻人摇摇头道：“素素姑娘，你是不知道，这赵吴是平泉县赵家大少爷，在平泉县那边就是一个恶霸，赵家势大，根本无人敢惹，哪怕就算是县太爷也得赵家几分薄面。他抢民女的事情多了，可根本就拿他没办法。我听说前段时间他还纳了一个小妾，这小妾刚刚嫁到赵府没多久就被他折磨死了。素素姑娘，你还是找一个地方躲一段时间吧，要真让他找上门来，你可逃不了了。”白素素听后将信将疑，她不认为赵吴会为了她一个寡妇而兴师动众，不过她还是听劝，把豆腐脑买完后就匆匆忙忙地回家了。至于摊位上的银子，白素素没有拿，就这样扔在了地上。她这一走，顿时被几个乞丐哄抢得一干二净。街角处，赵吴看着离开的白素素，眼里露出一丝满意之色。旁边的周元见状说道：“赵兄，你说你费这个劲干嘛？这小娘子难道就这么好？我刚才怎么说来着？她就不是那种爱钱如命的女子，如此烈女，你想娶她根本就不可能。”赵吴摇摇头道：“谁说我想娶她了？那你刚才还说要提亲？”周元不解问道。赵吴道：“嘿嘿，这只不过是我的一步计划而已。原本我以为能够手到擒来，没想到他性格如此烈。不过这倒是合了我的意，既然他对贞洁如此看重，那我便让他身败名裂。我想这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事情。”身败名裂，周元仿佛想到了什么，不由得开口说道：“赵兄，你难道要用那东西？”赵吴点点头道：“嘿嘿，当然。你想想看，这样对名利看重的女子，如果被别人知道她其实是一个人尽可夫的荡妇，那她会怎么样？”周元闻言顿时伸出大拇指道：“赵兄，你确实会玩。现在我们怎么办？”赵吴看了一眼白素素离开的方向，露出一丝得意之色，然后说道：“我们跟着她，这一次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”白素素全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赵吴盯上，两人鬼鬼祟祟地跟着白素素。当两人来到白素素家后，两人对视一眼，拿出一根迷魂香点燃，往屋内吹去。半晌，两人这才蹑手蹑脚地来到屋内。赵吴从怀里掏出来一个小瓶子，从里面倒出一滴液体，混进了厨房内的水缸内。赵吴望着瓶子道：“这合欢露还真好用，可以说是无色无味，让人不知不觉便陷入欲望之中，外人根本就没办法发觉。现在我们先离开，等明天一早便过来，
你记住刚才我给你说过的计划，等我。赵武俯身到周原身边，把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。后者听了连连点头，目露兴奋之色。第二天一早，白素素起来后揉了揉有些疼的脑袋，她总觉得昨天有些累，想了想，白素素决定休息几天，以免出摊时再遇见那恶霸。吃过早饭，白素素刚想把昨天泡着的豆子给磨成浆子，可她忽然觉得有些脸红心跳，脑海里不自主地想起来了沈北那颇为英俊的脸。白素素连忙摇摇头，暗暗道：今天是怎么了？我怎么会胡思乱想这些？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。白素素纳闷这大早上的怎么会有人来，放下手里的活计后便来到院子前，把门打开。白素素脑袋晕晕沉沉的，当她打开门时，发现门外站着一名俊俏的男子，竟然是沈北。白素素有些意外地道：沈兄弟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沈北深情地望着白素素，说道：我忘不了你，我想来看看你。说罢便把白素素揽入怀中。白素素想要抵抗对方，却发现浑身无力。当自己被对方揽入怀里时，她的心都酥了，眼神迷离地看着眼前的男人，眼里露出无穷无尽的风情。赵吴看着怀里的白素素，嘴角露出一丝笑意，扭头对身后的周原道：那孩子放迷魂香，让他睡一会儿，等我完事之后，你再把人都给我召集过来。周原表示明白，奸笑着离开了，而赵吴则抱着白素素进了偏屋。此时的白素素已经失去了神智，在她的眼里，眼前之人一会儿是沈北，一会儿变成了她的丈夫。她已经无法去思考，只想永远与眼前之人在一起。在白素素的主动之下，她就这样被赵武给玷污了。大约1个时辰后，白素素家院子外忽然来了好多人。这些人听说平泉县赵家公子来白素素家找茬，他们也担心白素素吃亏，便想来替白素素出头。可当他们打开白素素家大门时，却发现白素素竟然小鸟依人般依偎在赵吴怀里，竟然没有一点抗拒。大家都愣住了。赵吴一看破门而入的这些人，他也不恼，笑道：怎么，你们这光天化日的闯入寡妇家里面，是想非礼素素姑娘吗？其中一人道：赵公子，你怎么能？赵吴笑道：我怎么没看到我与素素姑娘是两情相悦的吗？她既没有丈夫，我与她在一起又如何？这你们管不了吧？来人吃了一个哑巴亏。他们原本以为白素素会被欺负，现在看来白素素就是心甘情愿的。其中一人又道：大牛哥，我们走吧，这白素素就不是什么好人。我说她之前收留那人就不明不白，那里知道她早就与他人有染，还一直守着贞节牌坊，我看就是一个人尽可夫的荡妇。对，把一个男人留在家里住半个月算什么事啊？我早就知道的。我呸，我们走。这些人来得快去得快，白素素与他人私通的事情瞬间传遍了整个小镇。赵吴看着自己计划成功，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等白素素醒来时，他忽然发现有些不对劲，他急忙扭头四望，发现自己竟然躺在床上，而他的身边正有一个男子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白素素惊道：赵吴，你怎么来我家？当他看到自己的情况时，忽然绝对不对劲，惊恐道：你把我怎么了？赵吴起身下床，穿好衣服，慢条斯理地道：怎么样？我不是说要娶你过门吗？现在我们就是夫妻了。还有告诉你，现在白水镇都知道了我们两人的事情，你准备一下，我改天来提亲。白素素呆呆地望着赵吴离开的背影，一行泪水流了下来。随后几天，白素素听到了很多不堪入耳的话，也知道自己成为了别人心中不守妇道的人。心中绝望之下，她想到了结自己，也只有这样才能堵住别人的嘴。白素素站在河边，她抱着女儿，
看了看湍急的河水，绝望道：夫君，我今世对不起你，我宁愿死也不会嫁给那人，我这就来陪你。说罢，他就要带着孩子跳下，可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一根绳子瞬间套住了白素素母女两人，一下子把他们给拉了回来。白素素扭头一看，她身后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群鲜衣怒马的人，为首的一人竟然是沈北。也是巧合，沈北高中状元回乡，路过白水镇时想去拜见一下自己的救命恩人，没想到半路就看见白素素想要轻生，大惊之下急忙让身手矫健的护卫把人给救了下来。沈兄弟，白素素似乎想到了那天的事情，她的表情有些尴尬。被赵吴放了合欢路之后，她的脑海中出现的就是沈北。沈北下马扶住白素素，询问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白素素仿佛找到了依靠，哭诉着把事情给说了出来。良久，沈北怒道：真是斯文败类，这件事你别管，待我为你讨回公道。把白素素安顿好之后，沈北便在白水镇留了下来。平泉县令在知道沈北来了之后，急忙带人来拜见，可沈北都拒绝了，连赵武也是一样。可当他知道沈北与白素素关系匪浅后，脸色顿时一白，双脚颤抖。一直跟着他的周元也冷汗淋漓，说道：赵兄，我就说这寡妇不能动，现在出乱子了吧？现在想想该怎么办吧。就在两人商量着该怎么办时，一队衙役冲进了赵府，其中领头人看着大厅里的众人，拿出了一张纸，高声道：赵吴强抢民女，共查到7人，死亡6人，天理难容，由本府羁押。赵进勾结山贼土匪，残害黎民百姓，以禀明圣上，即日起收缴家产，全部关入天牢。赵武脸色一变，大呼道：完了！赵家也纷纷乱作一团，赵家老爷也颓然不已。他没想到自己与山贼勾结竟然会被查到。沈北先是暗中调查了一番，之后便联合当地知府，直接把赵家给团团包围。当他得知赵家与大觉山山贼有勾结时，心中也感慨还真是巧合。事后，赵吴、赵进被定死罪，秋后问斩。周元与其他人则被发送宁古塔，包庇赵家的县令也没逃脱，不仅被罢免了官职，还被问斩于菜市口。百姓都纷纷拍手称赞。白水镇白素素家院子，白素素泪眼婆娑的道：沈兄弟，这次还多亏了你，不过如今我已经不是清白之身，我实在没勇气活下去。沈北叹了一口气道：大嫂，你别这样想，这件事错不在你，现在白水镇的已经知道了是赵武给了下了那合欢路，你完全就是身不由己，你也不用自责。这清白之躯，我认为只要你有这个心就足够了，这不是压在你肩上的锁链。如果你觉得这白水镇无法待下去，那你便跟我走，只要我沈北在一天，我便会把你当作亲人看待，永远照顾你们母女俩。白素素同意了沈北的请求，他们跟着沈北离开了白水镇，而沈北也遵守承诺，一直把白素素当作嫂子看待，直到白素素老去。而白水镇后来也修建了一座贞节牌坊，据说是给白素素修的，坊间便把这件事给记录下来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